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0月2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10月2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40.93，收盘价是141.5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44.13，最低价是在140.8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2.05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15 倍量增。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0月2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档后出现的反弹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上行，上方是在144附近。也就是英伟达股价历史最高附近是遇到了压力，然后在盘中出现了反转向下。那收盘价呢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那留有长长的上影线。收盘价呢并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但是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那前一日这根 K 线是个蜻蜓线，它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那目前收盘价站上它，也就是确认了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但是在10月25日收盘价并没有站上10月2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142附近。对。那么这根 K 线它也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所以目前股价的这个止跌的信号并没有被确认，但是呢，在10月25日又生成了一根止涨的信号 K 线，这是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那这样的线型，我们通常把它称作叫倒垂线。倒垂线它也是变盘的信号 K 线，尤其是处在高位。那么含有长长的上影线说明当日股价在出现上涨的过程当中，到高位的时候呢，我们说上方是有卖压的，一个是有获利出场，再有一个呢，我们说从这根止跌信号 K 线最高142.5附近，对，一直到144.42，在这个区域是有空头力量布局的。对，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当日又生成了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倒垂线。倒垂线处在高位，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不能够站上它的最高，那么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尤其是回档一旦是跌破了这根倒垂线的最低，是在140.8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位置就是137.5，也就是这根红 K 的最低。那如果日后股价回档跌破了这两个位置呢，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也就是回档的走势。继续上涨的条件是日后股价要站上这根倒垂线的最高，也就是144.13，这是条件。那否则呢，我们说如果股价既不向上突破，也不向下突破，那么我们认为在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很有可能会在144和下方137.5
在这之间进行横盘，来等待20日均线值的提升，然后呢，再依据情况呢，选择向上或者向下突破。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收盘价会在143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39附近。而实际收盘价是在141.54这个位置。股价呢是出现了反弹。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啊，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预测收盘价在143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并且瓦解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的。但实际上我们会看到，收盘价并没有到达这个位置。好。因此，我们之前的预测，两个预测都是错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日后股价的走势。由于股价现在出现了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是下方的129，对。那么目前要到达129之前有一个关键位置，就是这根红 K 的最低137.5。股价在日后如果出现回档，只有跌破了这个位置，才有可能会去测试20日均线值，然后才有可能会到达129这个位置。那么129如果被跌破呢，我们会看到呢，这个股价将会我们说瓦解自9月6日以来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那继续向下的目标是下方的这个115再被跌破呢，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01。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就是再次创造英伟达股价历史的新高。第一个目标就是 144.42， 当然现在的压力位在到达它之前就是这根倒垂线的最高，是在144.13这个位置。好，那么第二个目标呢，我们给一个整数关口，就是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在150关口。我们现在这个图不能够显示那是第二个目标。好，那么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的分析说明。然后我们再来看盘中，在10月2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那么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蜻蜓线实体的上沿，对，或者是中线是在141附近。那么在10月24日10月25日盘中股价一直是在这条观察线上方运行，因此收在了高位。那到了10月28日，我们给出的观察线仍然是这个位置，但是呢是指的这根倒垂线的最低是在140.80，我们取整数还是取141这个位置。那在10月28日盘中股价如果能够在前低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上行，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但是呢，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尤其如果出现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呢股价在到达5日均线值，或者说是这根小绿 K 线实体部分的这个范围内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一个下行的走势的。好，那这是我们关注141的理由。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那我们会看到英伟达股价在
10月21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绿 K 线。那么这是一根上涨的 K 线，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根 K 线这根蜻蜓线的最高，也就是说瓦解了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周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周是有量缩。那我们也会看到MACD 这个值是指向上的，是快线上穿了慢线，然后呢KD 值也是向上，唯一不足的就是当周出现了量缩，那其实我们根据这样的成交量和线型也可以看出，股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上方还是遇到压力的。对，那么我们说获利出场的不多，但是一旦有获利出场呢，就会有回补这个仓位，所以我们说或者继续加仓的这样的股价一旦出现下行呢，回档呢，在周中是有加仓的体现的，但是呢成交量并不大，说明股价在突破前高出现新高之后现在多空双方都是处在一个焦灼的状态，就是没有任何一方发力，也就是说多方没有继续发力上攻，而空方呢也没有发力去打压这个股价，所以多空双方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焦灼的状态。好，那出现这样的线型，我们说了，唯一的不足就是当周这根 K 线的成交量不足，所以出现这样一个价涨量缩，含有长上影线，我们说日后股价仍然是有回档的意愿的。对，如果出现回档，我们认为这根蜻蜓线的最低是在129，上方是144，那这个区域我们认为股价如果不再继续上涨，那很有可能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但股价如果进入到深度的回档，我们认为只有首先跌破5均值，然后再跌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也就是129之后，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那否则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时候给出的预测。我们预测在10月21日当周，股价如果出现上行，收盘价会在150附近；如果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22附近。好，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蜻蜓线实体的中线在138附近。那实际在10月21日当周，我们会看到股价一直是在这条观察线上方运行，因此呢，股价出现了上行，收在了高位。虽然并没有到达150，但是呢，实际发生的这个位置和我们预测的这个位置性质是相同的，也就是站上了前高，对，并且呢是出现了上涨的走势。好，当然也是出现了新高。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股价的一个回顾。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对于10月28日当周，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股价继续上行，我们仍然认为收盘价会在150这个位置。那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我们要上移这条水平线到130。我们先来看看130的位置。好，130是在这个位置。好，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再到130。好，那周中我们
要给出的观察位仍然是在我们要换一个观察位。之前我们给的是137.5这个138这个位置，周中不变，周中不变，周中我们仍然关注138，但是呢，我们现在关注138，并不是指这个蜻蜓线实体的中线，而是指这根，这也是相对一个是倒垂线吧，是它的最低。对，是在137.5，所以我们取整数依然是138这个位置，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只要不出现低于前面这根 K 线最低的点位，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在这个地方进行横盘向上，对，也就是继续向上突破，或者是在这个地方横盘。但是在周中，股价如果在前一根 K 线最低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的收盘价很有可能会跌破5均值，而测试这根蜻蜓线的最低，也就是129的。对，好，那这是我们周中关注138的理由。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我们再来看看138的位置。好，那138其实碰巧我们会看到就是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低。对于日 K 线图来讲，也是股价一旦跌破这个位置，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好，那目前呢，我们现在有一个35%的多头仓位，那么我们的成本价呢是在131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对，好，那么到了10月25日收盘价是在141.54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虽然股价的收盘价站上了前高，但是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虽然它是成交量增，但是呢含有长长的上影线，所以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做多的。当然也不可以在这个地方进场抢反弹或者做多。好，那么这个仓位呢，我们之前给的止损位是守131.5 20日均线值，然后呢，停利呢，这停利我们之前给的是140，那在10月23日已经跌破了这个位置，那之前这个仓位很可能就会停利出场了。但是我们当时说了，如果不想停利出场，想继续等待股价回档加仓做多，那么可以守止损位，我们之前给的止损位也是131.5。那如果没有停利出场，这个仓位现在是继续持有的。那么到了10月28日，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我们是守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将会到达134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在之后的交易日，目前我们只给出止损位，没有停利。现在已经是现在出场呢，我们叫获利出场停利应该是在10月23日应该已经是停利出场了。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给出停利的位置，止损位在134。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2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41到141.5这个区域，它正好是介于咱们收盘价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是给出把这个位置放在压力位，把5日均线值放在压力位这个位置。好，那第二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2个前高，我们取整数144。第三个压力位就是150。
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141，141就是这根倒垂线的最低。然后呢，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139附近。那第三个支撑呢是我们说是从137.5一直到138.5，也就是这2根红 K 最低这个区域，这是第三个支撑。那第四个支撑呢，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134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0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上涨。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41.5，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144，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43附近。那出现这样上涨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41.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行。好，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甚至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42，在这个位置，最低下方会到达139，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40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4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以上是我们对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0月2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